周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中国议题再次搬出了老三件套：疫情、涉疆议题以及台海。被问及美方是否会承诺协防台湾时，布林肯继续搞战略模糊，一方面将造成台海紧张局势的帽子无端扣在中国大陆的头上，但同时他也表示拒绝就假设性的问题做出具体评论。这也是布林肯担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在公开场合比较详细地回应台湾问题。布林肯于当地时间周日参加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访谈节目，在回答了主持人有关美国疫情的提问后，话题直接切入到台海议题。Are we prepared to defend Taiwan militarily? It would be a serious mistake for anyone to try to change the existing status quo by force. 布林肯将造成台海紧张局势的帽子扣在了中国大陆的头上，但并未正面回答相关问题。于是主持人再次进行追问，而布林肯依旧打起太极。We will militarily respond?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hypotheticals. All I can tell you is we have a serious commitment to Taiwan being able to defend itself. We have a serious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in that context, it would be a serious mistake for anyone to try to change that status quo by force. 布林肯还对中国早期应对新冠疫情的做法以及新疆政策说三道四。随后，主持人还提出是否会因所谓人权问题对2022北京冬奥会进行抵制。Chuck, we're not there yet. This is a year or so before the Olympics. We're not focused on a boycott. What we are focused on is talking, consulting closely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listening to them, listening to concerns. But that's premature. 布林肯在节目中只不过是延续了美国政府惯用伎俩，在台海、新冠疫情、涉疆问题上向中方施压，而事实上推升台海紧张局势的恰恰是美方刻意为之。除了美舰多次在台湾海峡大秀肌肉、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外，美国国务院还于上周发布了所谓新的美台官员互动指南，旨在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接触，深化非官方关系。对于这份新指南，蔡当局欢欣鼓舞，宣称开启了美台关系的新篇章。不过，也有岛内舆论指出，这次调整雷声大雨点小。所谓新指南不仅没有多少新意，反而过去原本的潜规则，未来都可能变成明规则。如此一来，蔡当局想要的所谓实质突破会更难。因为现在拜登他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在特朗普都已经开始做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拜登只是把重点稍微画一下而已。就算美国对台湾多好多好，他也不可能触碰到那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就是所谓的一个正式的官方关系。但是呢，拜登政府会逐渐的往那个天花板尽量靠拢。因为对于拜登政府来讲，他跟特朗普一个最大差别，他非常尊重所谓的3个公报。那所谓3个公报就是一个中国政策。所以拜登在这一方面呢，他不会去支持所谓的台独。但是他会希望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下。有分析认为，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崛起是其当务之急。与特朗普单边作战不同，拜登更倾向于拉帮结派，因此在未来，拜登政府打台湾牌的程度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现在只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100%的完全的护从于美国。他等于把他未来的希望就压在美国对他的承诺上。但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都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你现在发现蔡英文其实他已经被整个夹在那边，他其实动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两岸关系没有搞好的时候，其实台湾在面对美国的时候，他的挥洒空间就非常少，完全主动权就在美国的手上，美国几乎是予取予求。所以简单来讲，从以前的特朗普政府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其实台湾它就是一个被操作的一个棋子。台湾《中国时报》社评指出，拜登政府一再强调对台湾支持稳若磐石，但实际上除了模糊的原则外，台湾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安全保障。这1年下来，我们到底台湾跟美国有什么实质的进展？我们台湾到底有得到什么样一个实质的利益呢？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吃了莱猪，我们花了180亿美元，相当于就是5000亿的台币，跟美国买军武。那其实我们花了这么多钱，那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说，我们其实蔡政府执政到现在已经第2任了，我觉得蔡政府真的要改变一下，我们要用比较均衡的思维取代这种叫做抗衡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我觉得这才是呢对台湾的我们的国际关系，对我们长远的经贸发展才是有比较实质的帮助。
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关注中国大陆最近在台海地区频繁的军事活动，并且警告称，任何人尝试以武力改变现状将会铸成大错。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认为很显然，这是因为拜登政府意识到了当前台海局势存在着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甚至是失控的风险，所以国务卿布林肯才坐不住了，不得不亲自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企图隔着太平洋向中国大陆喊话，既想安抚中国大陆，要中国大陆保持克制，又想传达某些强硬的信息，以达到所谓的警告中国大陆的目的。布林肯之所以坐不住了，又是因为这几天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三方在台海周边出现了紧张对峙的这么一种态势。中国大陆辽宁号航母正在台湾的外海举行军事训练，美国则派遣驱逐舰麦肯昂号穿越了台湾海峡，并在南海举行了军演。台湾军机则在西南空域企图警告与驱离中国大陆的军机。不过，我认为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政治的延伸。布林肯虽然看到了台海附近军事对峙的危险，却故意视而不见，回避了军事紧张对峙背后的政治原因。不仅如此，布林肯还只看见了别人眼里的沙子，却看不见自己眼里的刺。事实上，近来台海局势之所以紧张，一是因为美国正在强拉日本与澳大利亚准备军事介入台海局势，二是因为美国与台湾签订了海巡协议，鼓励台军以海巡的名义参与印太安全事务，三是因为拜登政府出台了美台官方交往新准则，鼓励美台官方交往，四是因为美国驻帕劳大使跟随帕劳总统访问了台湾。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扬汤止沸，最近台海的水之所以沸腾起来了，就是因为美国在下面煽风点火。对此美方不知道进行自我检讨，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指责中国大陆在挑衅。在问到是否会军事协防台湾时，布林肯还表示，我们对于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有严肃的承诺，我们对于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有严肃的承诺，我们坚守这些承诺。那您认为这背后又发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我认为从这一番讲话中可以看出，布林肯的确是一个外交上的老手，非常善于打太极。他一上来就表明美国会奉行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却又不明确一个中国的具体内涵。这显然是既想安抚中国大陆，又想讨好台湾蔡英文当局。另外一方面，布林肯有关美国将坚守对于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的严肃承诺这个表态，至少从字面上来理解，是想要表明，一旦台海有战事，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将不会坐视不管。但当主持人公开挑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布林肯又表示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很显然，布林肯是费尽了心机，企图把模糊化的台海战略玩到极致，既想要向中国大陆传达美国一定会参与台海战争的信息，但又担心把话说得太直了，会刺激到中国大陆，反而是在为已经滚烫的台海局势火上浇油。当然了，对于当前美国的台海战略，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的认知，不能光看美方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美方做了什么和正在做什么。事实情况是，虽然在是否军事协防台湾问题上，布林肯嘴上仍然在打哑谜，但在事实上，美国国内，尤其是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已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推动美国的台海战略由模糊化走向清晰化，而且这种声音已经逐渐成为了主流。同时，拜登政府还正在为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做着外交与军事上的准备。在外交层面，美国正在怂恿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整个北约表明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态度；在军事层面，则在加紧在台海周边，包括关岛和日本部署中程导弹。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美国的战略台海战略究竟是要保持模糊化还是清晰化太当一回事儿，因为最终究竟是要模糊化还是要清晰化，只不过是美方一句话的事情。究竟要不要介入台海战争，
完全取决于美方的一念之间。那在您看来，一旦台海真的爆发了战争，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究竟大不大？两岸一旦开战，美国到底要不要出兵帮助台湾？这是台湾民众、中国大陆民众，甚至是包括美国与全世界人民都在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个人的判断是，虽然美方一直在打哑谜，但最终美方军事介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对此我们一定要做好清晰的战略预判，尤其是要把困难想得更复杂一些，才能够做到有备无患。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我们不要忘了，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最近100多年以来，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最终都参与了，甚至是成为了主要的当事方。包括1战与2战的时候，美国最先也是抱持着模糊与中立立场的，但最后都投入到了战争当中。而2战以后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与南联盟战争，更是由美方主动挑起的。第二，作为一手建立了2战后世界秩序、自称为世界警察与头号霸主的美国，假如在台海发生战争之后袖手旁观、拒绝介入，那不仅山姆大叔的面子上会下不来，而且他将彻底失去盟友的支持与信任，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将从此彻底坍塌。那么第三，2战以来，台湾的防御体系与防御力量实际上是由美国一手经营与构建起来的。台湾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装备都是来自于美国，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台湾还是美国经营了70多年第一岛链战略的核心。一旦台湾失守，也就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的防线彻底溃败，这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代价。那么第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来，美国国内一股强大的反华民意与反华政治氛围正在形成中。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也将会被这股民意推着走，被迫介入台海局势。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